這絕對是訓犬師遇到過最難的一次訓練，光佩戴嘴套就耗了整整72小時。狗狗的残暴程度遠超出他的想象，在訓練过程中又数次将主人和训犬师咬伤，地上残留的血迹也證明了这条狗绝非善茬。训犬師用力掐住它的支气管，因為缺氧和屈辱，狗狗持續發出刺耳的慘叫。女主人在一旁看得心都要碎了，但又不敢上前干預，身上密密麻麻的傷口全是拜他所賜。他們清楚，如果狗狗殘暴的性格再不進行糾正，自己以後的傷口只會更多，早晚有一天會出大事。反觀訓犬師卻不急不躁，他單手用力掐住項圈，將狗狗壓制在地面上，一邊安撫，一邊用語言挑釁它。狗狗雖然聽不懂人語，但也被氣得惱羞成怒，露出尖牙發出警告，眼神裡也滿是殺氣。最後訓犬師也是被逼無奈，只好採取了一種極其強硬的手段。但當女主人看到狗狗被如此對待後，她終於破防了，無法接受訓犬師的訓練強度，甚至說出了讓人血壓飆升的話。這欺训犬可能會讓你看得咬牙切齒。狗狗從出生時就在大街上流浪，女主人看它可憐，便好心收養它。由於它小時候非常膽小和敏感，女主人怕它長大後挨欺負，便給它起了個非常富有寓意的名字，叫做喪彪。為了彌補狗狗缺少的那份母愛，女主人對它基本是毫無下限的寵溺。狗狗的性格也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，變得越來越對得起它的名字。在3個月大的時候，喪彪就將女主人太奶的臉部咬傷，整整縫了1730針，險些因此喪命。為此，主人只好將它送到訓犬基地。但回來後，喪彪僅僅乖巧了10分鐘，就再一次展露出暴虐的性格。但女主人對此非但不管，甚至還覺得是狗狗在訓犬基地受了委屈，因此再一次聖母心泛濫，精心餵它最為昂貴的食物。但喪彪卻不願意自己吃，女主人只好一口一口得餵給它，如果不餵，它就會當場翻臉。喪彪的身體不喜歡碰水，女主人這些年就從來都不給它洗澡，這種溺愛行為數不勝數。女主人以為自己可以用愛感化狗狗，但喪彪卻用行動表示了這根本不可。而且它咬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，不管是在哪裡，只要看到陌生人，喪彪就會展現出超強的攻擊性。如果主人敢阻止，它就會把氣撒在主人身上。更過分的是，現在女主人出門還要經過它的頭。假如喪彪心情不好，就会堵在門口，不讓主人出去。事已至此，女主人還可笑地認為是自己做得不夠好。그날 밤에 저희 둘 다 물렸잖아요. 나 어떡하냐고, 나 죽을 것 같다고 지금 주저앉았어요. 그냥 밀면서. 训犬師看到這裡已經頭皮發麻。무서워서라는 느낌보다는 他不怕遇到難訓的狗，就怕這種把狗當祖宗養的主人。他們往往會在訓犬過程中破防，事後也不會按照訓犬師說的做。隨後他火速向女主人家裡趕去，剛進家門，喪彪就朝着訓犬師狂吠，因為狗叫聲太大，雙方都聽不清對方說話。訓犬師只好比着手勢，接着他突然脫下上衣，向狗狗扔了過去。喪彪此時明顯察覺到了此人來意不善，站在原地聲嘶力竭的狂吠。訓犬師拿起地上衣服，再次向狗狗扔去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在訓犬師第2次挑釁後，狗狗竟突然安靜下來。此時他看似一臉乖巧，實際上是在思考對策。進屋後，訓犬師要求主人給狗狗佩戴嘴套。喪彪看見嘴套後，明顯變得抗拒。訓犬師要求男主人用力拉緊繩子。此時喪彪突然應激，惡狠狠地咬了上去。訓犬師這時也注意到了男主人的手，他的雙手早已被咬出了血。女主人也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嚇了一跳，眼神裡也滿是心疼。不過她心疼的並不是丈夫，而是喪彪。男主人繼續嘗試佩戴嘴套，但狗狗依然是拒不配合。眼看事態即將失控，訓犬師只好拿出終極武器套索。要知道，這東西可是用來對付野生動物的。訓犬師拿到套索後，首先輕退了一旁的女主人，他不希望這個賤皮子女人在一會的訓犬過程中壞自己好事。看着套索朝自己一步步逼來，喪彪再一次將憤怒撒在了男主人身上。現在訓犬師也犯了愁，即使拿出最後的工具，過程依然並不順利。如果逼得太緊，男主人極有可能被再次咬傷。但是不戴嘴套，又無法繼續訓練，他只能不斷提醒男主人要小心。聽着狗狗的一聲声哀嚎，女主人的心也跟着揪了起來。但不出意外的話，還是出意外了。狗狗一個甩頭，還是咬在了男主人的手上，手背都被咬穿了。訓犬師只好讓男主人先去處理傷口，然後他接過牽引繩。這時喪彪突然發起偷襲，訓犬師靈巧地避開了這次攻擊，他用力拉住牽引繩，將狗狗控制在攻擊範圍之外。一人一狗開始陷入僵持，接着他用力將狗狗甩飛，這讓喪彪有些膽怯。顯然訓犬師剛才的行為震懾住了他，眼前的男人讓他體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。接着訓犬師拿出特制牽引繩，接下來他的行為會非常粗暴。為了照顧女主人的感受，他牽着喪彪向陽台走去。這種沒完沒了的挑釁讓喪彪再一次暴怒，雙方又開始新一輪的激烈對峙。10分鐘後，雙方離開了陽台。具體一人一狗在陽台做了什麼，怕是只有他們2個知道。不過可以肯定的是，剛才的衝突一定是非常激烈的，因為陽台上的圍欄已經掉了下來。喪彪的嘴裡也溢出了大量鮮血。回到屋裡後，訓犬師停止了訓練，他要把話跟2個主人說開了。
보통 제가 돌아가면 도루묵이 되더라고요. 입마개를 해야 되는데 있긴 하세요? 在重要的岔路口，男主人也开始劝诫妻子。见女主人态度有些缓和，训犬师和男主人再次挑战给丧彪佩戴嘴套，但他的抵触情绪依然很高。训犬师顺势抓紧项圈，对狗狗进行锁喉抛摔。就在嘴套戴上去的瞬间，狗狗又一次咬在了男主人的手上。男主人的手背再一次被咬烂，这种难受的感觉恐怕只有主人能感受到。此时地上出现了大片血迹，训犬师只好叫来摄影师帮忙压制。丧彪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挣扎，他的獠牙已经将嘴套咬烂。训犬师此时也有些精疲力尽，这只狗的顽劣程度远超出他的想象，但训犬师没有放弃的想法。这场对决他必須拿下，因為一旦放棄，喪彪就會爆發出更加激烈的攻擊性。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將前功盡棄，幾個大男人一次次嘗試，女主人也一次次避開這觸目驚心的畫面，眼看就要撐不住了。終於在女主人即將破防的前一秒，訓犬師們用繩子綁住了喪彪的嘴。經過5個小時的對峙，喪彪終於戴上了嘴套。由於狗狗渾身是血，訓犬師提議要為它洗澡。有趣的是，狗狗在戴上嘴套後，身體就像被封印了一樣，整個清洗過程中，它都異常的乖巧，沒有任何的反抗。洗完澡後，男主人牽着狗狗在屋子裡散步，喪彪也全程沒有反抗，異常乖巧。但把繩子交到女主人手中後，狗狗邁出的每一步都非常沉重，顯得極其的不情願。訓犬師表示，這就是狗狗沒有把女主人當回事，說句不好聽的，就是沒把她當人。這讓女主人有些心痛，感覺自己多年來的辛苦付出，卻養了個白眼狼。從這一刻起，女主人也下定決心，要在狗狗面前展示自己強勢的一面。一段時間後，訓犬師進行了電話回訪，主人說，狗狗現在脾氣明顯收斂了很多，出門也不會亂咬陌生人了，一直緊跟着主人的步伐走在一側，確實是改變了很多。得知這樣的結果後，訓犬師表示很欣慰，